以下要介绍的是 Vicanto 的阿拉比 V。这一支老师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没有。这牌子我们有拍过，对吧？不多。不多。然后在台湾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那种香水社团，也平常也几乎没有听到人去谈论这个品牌。好吧，那这一条市场要带得开，可能就要你来谈论才有办法。没有这么厉害。我们多拍一点吧。对，多介绍一下哦。那直接，因为他们的那个品质真的是还蛮，这个就真的是绒面皮革，对吧？那我觉得分量也重的，盖子看起来也颇有设计感，这样。好，它是 Tiziana 的姐妹品牌。是哦，好，来吧，那学姐帮老师，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以吗？哎呦，歪掉。好，我还没有靠近闻，就闻到一股那种柏木，对，那种丝柏树会有的那种气味飘来。哇，也太很，有海边的感觉。你有时候在一些那种北欧，应该是北欧西欧也会吧，就是像欧洲那种海边，它可能是沿岸，然后旁边可能有一片，其实它是一片森林。但是森林直接就是旁边就因为它这样，对，这样子的。所以你闻得到木头的味道。对，它的木质感其实还蛮，你看它光它中调几乎都是木头的那种香根草、雪松、兰香枝。那但是同时妙的是，也可以闻到海洋的味道，这样对不对？对，它有一丝丝咸咸的感觉。有啊，就是有一点微咸香的那种感觉。像我们的五香瓜子是不是？没有那么咸，没到那么咸，但是有那么一点影子。对，有一点点影子。对 ，OK， 好。那我要怎么形容？它这个木头没有这么的全然的，非常的木。我觉得还带了一些海洋气息在里面，50-50，对不对？我觉得是因为它用的木头啊，都是会让你放松的，丝柏啊，然后那个克瑟米尔木，都是很贴肤舒服的，然后很温柔的木质香。那因为它又放了麝香在后面，所以你会觉得那整个木头的香气闻起来是舒服的。对，他写他有皮革，我闻不出来。它比较像是，其他品牌有时候会调龙面革那种东西的香味的时候的那个氛围。鸡皮是，还是它的皮革就是鸡皮那种走向，所以就很像它瓶子的对那种味道。但我可以说，我也闻到了类似像坚果类，特别像松子。有有没有松子？好，有没有？有那种炒过的松子。对，坚果香气是吧？OK， 所以这一支我们本来怕跟刚刚拍尼山那一支会被比下去，好险！没有不一样，比不下去，不同的走向，完全不同走向。它其实用料也是好的。是啊，我这边也是油亮亮的哦。好，老师，那这里有没有什么画面？我觉得你刚刚形容那个森林，立刻旁边就是断崖，就直接到海边那个画面，其实很有感觉。然后也有点带着水雾气，有没有？天色在海边阴阴稠稠的、暗暗的这样。因为你好像有一个人，你就觉得好像看到有一个人，他就坐在旁边的。他那个沿岸旁边有一个那种摇椅，然后就坐在摇椅在那边，好像若有所思，一个人在那里，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享受这种一个人的悠闲时光，还是在回想某些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是，这要不要打一下那个什么专线的？
不会不会，他就是坐在那里，你就会觉得他是在享受的。对，他是也许我觉得应该是偏享受的那种感觉。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让自己心情沉淀一下。最近太多事情很杂乱的时候，需要。那他可以望过去一片海洋，他也可以回头再看看进森林里面，对，后面是一片山。对，是好。那学姐嘞，你有没有什么画面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支，不知道，我一直在这个，我的皮革闻起来有点像画口红的，以前口红的那个香气。真的吗？我刚一直在找，可是他没有用类似的东西啊。我画面有皮革吗？你的有皮革吗？我觉得它是，可是他用的那种皮革感，跟我印象中的皮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它的皮革香是很特别的。OK， 对，没错，但是又不是一般走法的，对，不是一般走法，可是又很舒服。那老师嘞？老师，你觉得有闻到皮革吗？很类似，缥缈，若有似无啊，但是能感觉得到，硬要去这么说的话，好像有一些皮革，是这样吗？我就在思索的是啊，我在木质箱的底侧，你闻到的那个是它所谓的皮革吗？其实它后面这个基调对我们来讲有一点点陌生啊，我知道为什么，至少对我是这么来，因为他不说他有泥煤，泥煤是什么？泥炭，我闻到的应该是泥炭的味道哦。这个可能就要各自回去感受一下，是不是你闻到的泥煤跟我的泥煤是一样的？好，我觉得这一支我刚刚的画面是在露营，就是露营在享受宁静的夕阳跟夜晚的那种感受，就很舒服，然后又有大自然的那个香气，对，然后萤火升起来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泥煤的那个味道会让人家，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闻过泥煤的味道，然后所以会让你这样你要觉得说，天色其实有一点阴暗的，可能云有一点厚，是啊，你看不太到阳光，对，可是那个木头的香气，那些树木的香气，大树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对，有没错，我们的画面看起来都是有一点阴暗暗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味道带出来就是这样子的特色在，对，好吗？非常适合，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你如果想要配合这个阴雨天的心情，这个是这支还蛮适合的，对，它就有一点阴暗暗的这种，算是等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天气陪同你一起心情忧郁这样子。也还不错，可以配上莫文蔚的《阴天》。好，OK， 好，那有没有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用这支嘞？什么样的人啊？心情不好的人，可不可以？喜欢跟自己独处的人，喜欢跟自己独处的人，对，他就是自己在家一个人工作的那种。我刚开始想到作家，是作家，对自己在家里写作，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是好，在家里的自由职业者了好 ，OK， 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后调，还会再有改变。对，我觉得后面应该会很有趣。待会见，拜拜，拜拜，拜拜。阿里比 V 回来了。老实讲，这一支在前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蛮陌生的，因为它确实不好诉说。真的，因为这个味道我们没什么闻过。好，那我们中场认真的研究了一番，我说越来越有煤炭的那个煤炭味，烟熏感，对，烟熏感出来了。那再来是，我又形容有一点像是在那个矿坑隧道里面矿坑的味道，好，对不对？因为矿坑里面才会容易有，当时这个很像要去挖煤矿，对不对？就是这个味道，有一点阴阴暗暗的，
然后又有点木头掺杂在里面，有点焦味，相当有特色。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不好形容，试在身上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没关系，来老师，那这一支后调你闻到什么？我中间有一度，我觉得它很像那个意大利那个品牌 Angela Campania 那个牌子里面的那一支夜访村。那支夜访村，它更着重于强调那个木质感的香气。可是我觉得这支很特别，是它把那个比较辛香的感觉把它降低了。它的那个木质感配合着那种柔顺的海风，会让你觉得更舒服，很像，就好像那个我刚刚讲的那种坐在沿岸边，然后背后是一片树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一直在若有所思，或者是也许他真的很享受当下的那种氛围，惬意的去感受自己一个人的那个时光。学姐，这真的是有坐在沿岸海边的感觉。你真的很像是坐在沿岸的海边，然后自己一个人，可能你的思绪是放空，或是你的看似放空，可事实上你在找自己，也有可能。对，然后你就是看着大海，然后闻着海的味道，闻着石头的味道。但是森林还是在哦，因为森林是基底嘛，它基底的那个木质香又让你觉得很疗愈，我觉得这一支很舒服哎，这一支真的很适合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可是你想要找一支让你放松舒服的香气的话，我还蛮推这一支的。是，而且刚刚老师一开头就给我们那种大海旁边那种岩石峭壁非常高的落差感，然后后面却是一片森林，对，这个薄暮，对不对？在我们身后，那个画面真的带得非常的好。OK， 那我自己后调，其实我也有闻到一些，我这么说可能会对它好像是有点扣分，可是我觉得是有点真实。有没有像那个你新买的那个蜡笔，打开的时候那个蜡笔的味道？有没有一点点那个蜡笔？这就是我刚刚前段讲的说，我有闻到口红的那个感觉啊，那个蜡。有，对，是。但我觉得它不是那种你很靠近它，你是那种刚打开新的打开来的，它会有的那个味道。对，比较像，是比较像哈。所以我们应该抓的方向是蛮类似的，方向蛮准确。但因为我们的嗅觉记忆不一样。OK， 好，来老师，那这支你给他几分？我会给他9.7。那也很高啊。对，因为可能太久没有闻到这么好，就是有特色，然后又很实穿的一个木质调。就是个你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它就是个好闻的木质调，可是却又不俗气，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对。最有趣的是，我们上一支讲的是尼山那一支很强棒的，对，很怕说这个把它搭出来会不会被比下去，结果完全不会，也不会。来，学姐这一支你给他几分？我也想给他9.8，是，因为我觉得，它前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泥煤的香气，但它又没有让泥煤抢过所有的香调。因为有的用泥煤的香气进去之后，那个泥煤太强烈，它会让其他的香味就不见，闻不到。但我觉得我还是从一开始就闻得到那个岩玫瑰，就是劳丹子的香气，然后克瑟米尔木，甚至有点麝香的感觉。其实它一直在基底，然后把前面的其他的香味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调得很棒。然后没有任何。明明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却没有让那个东西抢过其他的香味，然后甚至你闻到最后觉得这个香味是疗愈的，所以我觉得9.8。好，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很有特色，因为光我们在形容的时候都一直不好去叙述啦，表示它的味道确实我们少见，对，很特别，只有你自己来现场试试看，上了身之后。你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也实验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讲的精准到位，好不好？感谢你的收看，记得订阅、按赞哦，给我们最大的鼓励。感谢收看，下次见，拜拜，拜拜。